大家好，今天优福视角要跟您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从小建立理财的观念。理财的观念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呢，不管一个人将来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要懂得投资理财。只有能够把握住自己的金钱命脉，才能早早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管他挣多少钱，都要学会开源节流，而且明智的进行投资。可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课程吧，可以说这样的一个 skill set， 在学校的教育里却是非常缺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如何在孩子的各个不同的年龄段，给他们设计一个合适的理财教育。对孩子理财观念的培养其实是越早越好的，就是所谓的财商，它跟情商和智商是一样的。它不仅牵扯到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自控力的培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下面也要讲啊，就是 compound interest， 复利的这么一个概念。越早进行投资，那么复利带给孩子的这种回报也是越大的。如果说他早10年那和10年以后进行投资，最后的差距很有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教孩子投资理财的第一步，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念。培养金钱观呢，是在4岁之前就可以进行了。什么是金钱观呢？我们这儿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让他建立一个钱和物品之间的联系。首先呢，钱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并不是说爸爸妈妈的钱包里永远都会有这么多 cash 这么多卡。另外一点就是呢，东西并不是从超市里直接拿回来就可以的。为什么我这儿想笑呢？就是因为我想起来我儿子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有一次呢，跟我在超市里面，他就从地上捡了一张可能别人掉的 gift card 什么的，然后他就拿来给我，特别开心，说妈妈，我有钱了，我给你的钱啊，这个你就拿去啊，什么什么东西你喜欢，你就到那儿去买就可以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举动，可是也让我觉得很好笑啊，就是他认为 OK， 只要拥有一张这样的卡片，那就可能会有无穷无尽的钱，你就可以什么都能拥有啊。所以说4岁之前呢，还是要让孩子明白，钱是通过工作或者投资得来的，并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而且超市里的东西呢，也不是可以随便拿的。所以这就是4岁之前的第一步。好，在孩子有了基本的金钱观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们的 Step 1。这个呢，就是在孩子4岁以上的时候，我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东西，什么是想要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呢，就是生活中非常必要的衣食住行的这些开销。那想要的东西可能就是玩具，或者孩子单纯今天我想吃冰激凌，明天还想，后天还想，这种单纯的一种欲望。相信大家呢，每一个家庭都能在自己的家里边找到各种各样的例子，去让小孩明白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需要的。同时呢，咱们家长自己呢，也可以审视一下哈，有没有因为一时的冲动买了什么不该买的东西。这个呢，也是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孩子8岁以上，慢慢的要让他们 understand income and spending。Income spending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他们将来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工作，产生不同的 income。另外一方面呢，在他们明白 income 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孩子去勤工助学。那举个例子啊，我女儿她自己就很喜欢画画，她今年呢就帮助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画他们的宠物，然后这样子去卖她的画。同时呢，他也知道通过卖画这个事情呢，是让他的学习这个画画更有动力，而且是把他的 skill 真正的能转化成一种生产力，变成他的 income。那在这些 income 里面呢，他们就要学会怎么样量入为出，去计划自己的开销。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加减法，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表格，这边呢是他的 income， 这边呢是他的 spending 呢尽量做的详细一些，因为孩子很可能没有意识到生活中的很多的事情呢是需要开支的。比方说我女儿在做这张表的时候，她就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网络原来是这么贵还要有交通的费用，还有他跟小朋友 social 的费用。我让他把这些一项一项列出来以后，他非常惊讶，他说天哪，原来我需要花这么多钱。我说是啊。所以有了这张表格之后呢，他非常非常直观的了解到我画画现在赚的这个 income 将来有可能在我的表格体现的是怎么样的，那我的支出就应该相对的
怎么样去跟我的收入进行平衡，不要去花过多的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钱，更好的练习开源节流里面节流的这一个部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投资界里面最大的一个 magic， 就是 Step 3， 帮助孩子 understand compound interest。 为什么呢？因为复利和时间这两个概念是将来他们进行一切投资，我觉得是最 basic 的一个 knowledge。 这个工作呢，可以留在孩子的10岁以后再开始，因为孩子需要一些基本的数学能力去理解这个概念。Compound interest 呢，就是复利，它的一个相对的概念呢，就是简单 interest， 就是 simple interest。 怎么样非常直观的理解这两个概念呢？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我现在赚了1000块钱，我把它放在银行里面，然后利息是1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利息了。那我1年下来呢，我可能就在这1000块钱里面拿到了10%的收益，我得到了100块钱。那这100块钱我是把它花了呢，还是我继续存呢？如果我把它花了，那这1000块钱作为本金，第2年还是接着存，那我每一年都把我的这个利息拿出来花掉，然后把本金再接着以相同的利率存进去，那这样子呢，就是一个 simple interest， 它是一个线性的增长。可是 compound interest 呢，就是我非常非常自律哈，我把这个钱呢就100块钱每一年我都把它 roll over， 我都放到我的本金里面，作为本金的一部分，再进行一个利率的增长。那你第1年的这100块钱的你得到的收益，就可以再作为本金的一部分，还能给你带来10%的收益。那这样每一年下去以后呢，你得到的收益就会是一个复利的增长。经过10年时间的变化呢，两者之间的差距那一定是非常大的。第4点呢，就是在孩子14岁以上的时候呢，给他们慢慢的介绍一些金融产品，比方说什么是 bond 国债stock 股票，还有什么是定存 mutual fund， 对吧？基金Bitcoin， 还有狗狗币这些区块链的东西。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有更多更酷炫的金融产品出现。那他们慢慢的有了这些概念之后，将来长大就能做出更 smart 的选择，什么才是最适合他们的。接下来第5点呢，我认为非常重要，虽然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关于投资理财的事儿，但是它却是一个人最终能不能通过投资理财得到幸福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在这个理财的过程中，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不迷失自己。因为金钱呢，我们把它放在银行里面或者你的投资账户里面，不管多少钱，它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它是不是真的能给你带来幸福感呢？比方说今天我拿出来3000块钱，对吧？跟我的家里人去旅游，这钱我如果放去投资，那几年以后是有可能它给我10倍的收益，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它是不是也是你一堆钱里面的一小堆呢？但是这个钱我如果拿出去跟我的家里人去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创造了一个一生都感觉到非常美好和珍贵的回忆，那也是对你的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行了投资，也是制造了人生的幸福感。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的。所以我们前面做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你要理财，你要 be as rich as possible， 你要控制你自己，做这么多是为了让他们通过这个金钱而得到幸福。它是得到幸福的一个手段或者说途径，它并不是幸福的定义或者一个人的真正目标。反过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呀，一些很有钱的人，比方说安然 Scandal 的主导，还有那个庞氏骗局的主导，他们本身都已经是盆满钵满，功成名就，我们都觉得他们可以退休了，但是他们还是在这个金钱的价值的问题上呢，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最终迷失了自己。他们是得到了很多钱，最后他们的下场又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平常的一些小的例子、一些经历，一点一滴的渗透给孩子，告诉他们金钱是为了让你得到幸福和快乐的一个工具，而人是不能够成为守财奴，不能够成为金钱的奴隶。第6点呢，是贯穿孩子 lifetime 的一件事儿，不管孩子多大，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那就是 as a parent we have to be a good example。 要不然说那些云里雾里的，给他们教了什么东西，落到实处我们自己都很难做到的话，那就什么都白搭。
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什么样的家庭走出来什么样的小孩，这真是错不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自己真的是偶尔想要做一些不是很明智的决定的时候，就别让他们知道，悄悄的，让他们看到的部分呢，就是尽量的在理财这件事儿上，做明智的选择。视频的最后呢，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下一期呢，我们要来详细的讲一讲如何帮孩子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投资理财账户。这样呢，在父母的监管下，他们可以非常非常直观的，并且自己可能实际操作的去进行一些理财的活动。这个就是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相信也会对你很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下期再见，谢谢。